这个是应该是开业，哇，红红绿绿的耶。这个是修鞋的耶，它就这样2个小盒子，然后上面带着鞋。集全茶社，唐人街门口的这一家茶社也是一家老店了。它门口竟然还有这种免费的，还热的，应该是刚刚泡出来的。我们也尝一尝这个特色嘛。这个是花茶，应该是茉莉花茶，一闻就是超多的茉莉香。好，我们又回到这个非常恐怖的地下通道。这个不叫，这个叫桥下。桥下集市全是卖古董的，就有种那种古风。荷兰曼迪里银行呢，这个呢始建于17世纪，在1933年完工，在1998年的时候成立为博物馆。就在曼迪里银行的旁边，这里又是一个银行博物馆。说实话，这个建筑还是非常庞大的，看起来非常大气。那这一圈的话，妥妥的就证明在殖民时期啊，这一圈全是当时的金融中心 CBD， 到处都是银行，对不对？嗨，世界那么大，是人带你游天下。那现在呢，我们在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老城区，在我身后呢，这里就是雅加达的城区站，始建于1887年，是曾经东南亚最大的火车站。Go！ 跨进大门，跟我一起去看看曾经辉煌的这一个火车站吧。老式的这种卷帘门，后面呢是用木质加玻璃的门。这里有一个复古的小窗口啊，里面呢应该是买票的。老式的火车站还是有新式的东西，一边是肯德基，一边是便利店。这个猪头的话，都是以这种青黄釉色的小方块瓷砖为主，给人以温暖的时间沉淀感。所有老的东西一定要有一个老式的钟在这里衬托。那这个火车站呢是非常简单，它是2个筒形的建筑合在一起的，就像一个 T 字形一样。它3面都可以通行，而且最初的第1道安检啊是不会检查的，所以像我们的话也可以自由的进到这个火车站里面来参观。然后在这里的话就有自助买票机了，然后直接给钱刷卡都可以的。这里还可以看到100年前的火车站当时的钢架结构，还是很特别的哦。相对于现在的火车站、高铁站里面空调十足，那这里呢它是没有空调的，因为它的跳顶很高，然后上面挂着一个大大的风扇。其实，在里面的话一点都感觉不到那种很热、很闷，反而是很清爽、很舒爽。顶上这个相间的玻璃窗看起来是非常漂亮，在老城区的任何一个地方看到它的话，我相信都是一眼忘怀。一边是现代化的这种快餐店，另外一边呢是铁质的座椅加铁质的栅栏，后面就是月台。整个火车站估计最新的设备啊，除了这个广告牌，就是这个闸机了。设施配套还是不错啊，这里有一个服务台，你看里面的话，存包啊这些功能服务都是有的。来看它的名牌，1914年，但是这个上面好像不是英文。走，我们离开火车站去巴达维亚广场。15世纪葡萄牙人来到这里呢，当时雅加达只是一个小渔村，葡萄牙人在这里就建立一个要塞。在1619年的时候，荷兰东印度公司来到这里呢，征服了这里啊，取名为巴达维亚。这里感觉像一个步行街，非常的宽啊，非常的宽，随处可见都是这种博物馆。好，我们现在来到了巴达维亚的这个广场。说实话，白天这个广场没有晚上热闹。
来到了中间地段啊，这有一个喷水池，我们从这儿开始看巴达维亚广场周围的荷兰建筑群。巴达维亚时代荷兰人的议政厅，现在呢是雅加达的历史博物馆，非常标准的荷兰式建筑。顺着我的手指往这儿看啊，白色的建筑加上绿色的窗，这个呢是希尔博物馆。希尔博物馆它以前这里是一个教堂，但是在地震当中然后被摧毁了。里面这个博物馆主要就是展示的是爪哇希尔。爪哇希尔的主要功能和作用呢，它其实最初就是用来祭祀的。但是呢，这里面也要说到一段历史，就是5世纪的时候，当时的印尼受到了印度教的一个侵蚀影响吧，这些希尔的作用呢就发生了改变，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就可以欣赏到爪哇希尔的表演，了解到印尼的文化和历史。接着看啊，旁边这个绿色的棚上面写的咖啡啊，也是整个广场最网红的一家店。这家店呢，可以说是巴达维亚广场的百年咖啡店。坐在窗边点一杯咖啡，点点餐食，看着这个广场路上的行行人人，感觉的话是不一样的。这个旁边就是贾辛多大厦，这个大厦呢，它是一个3层小楼，始建于1929年。那现在呢，它是属于印度尼西亚最大的保险公司之一。整个地区它是第一个拥有电梯的。在贾辛多大厦的旁边，这个也是荷兰建筑，然后上面插着一个印度尼西亚的国旗。那这呢，就是印度尼西亚的邮局。在2个建筑的中间，它还有2个比较大的看点啊，我们等一下也会再去到。然后顺着镜头呢，看这个像白宫一样的这个建筑非常漂亮。那这个呢是艺术与陶瓷博物馆，它是竣工于1870年。以前啊，最开始它是一个法院，在日军占领期间的话，日军就征用了它。在印度尼西亚独立之后呢，这个建筑啊就被用于印尼军人宿舍和后勤仓库。在1967年的时候，被用作于西雅加达的市长办公室。1974年的时候被用作于雅加达博物馆和历史部的办公室。1976年的时候啊，当时的总统呢正式将这个建筑作为艺术与陶瓷博物馆。所以在巴达维亚这个广场四周的所有建筑当中，漂亮的建筑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律呢？它一定是被用的最多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炮。那这个大炮呢，是当时荷兰殖民者啊入侵，就是印度尼西亚时遗留下来的大炮，跟我们在东南亚和中国看到大炮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从它的样式、制作工艺、细节，还有材质上面区别真的很大。这个事情就告诉我们什么呢？落后就要挨打。在荷兰人的议政厅和这个大炮的前面，还有一个玻璃罩，然后罩起来的一个小景点，也是不容忽视的。那这里呢有一节铁轨，它是用于这种有轨电车的。这个主要是为了纪念当时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一个电车辉煌时期。老城区里面随处的一个小商场都是一个老建筑。我们现在走到了河边，那这个河边呢也被誉为是雅加达的上海外滩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在这一个河边啊，你望眼欲穿一看，这边妥妥的全部都是荷兰殖民时期的老建筑群。坐在这里是不是有一种森林欧洲的感觉？后面是欧式的建筑，下面还有一条小河。巴达维亚
在老陈呢，就浅浅的带大家看到这里了。其实这个老城呢，真的还是保存的非常的好，就真的是现目前呀，全球看到的保存为完整度啊为数不多的老城了，适合在这里坐着喝杯咖啡，吹吹风啊，静下心来感受一下，拍拍照也是不错的。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继续出发了，持续关注我们的世界那么大，Sherry带你游天下。我们继续下一站，走。快快快 Yeah, yes. 雅加达的这个交通啊，太恼火了。他打个车，他要绕很久很久才绕得到目的地，所以我们直接就在马路边上下了。自己过马路的话，这个就要方便太多了，不然他要绕很大一圈。这是他们的过街天桥。世界那么大，Sherry带你游天下。那现在呢，我们在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今天呢，我们要去万隆。现在我们在老城区的这一个火车站，荷兰殖民时期的 Jakarta Kota。先买票啊，充值吗？它也是充值啊。是不是我们的公交卡都可以作用？算了，还是走人工嘛呀，去买票。我们现在在的这个火车站呢，是当时荷兰殖民者修建的。然后也算是现目前全球10大最老的火车站之一了。它是一个 T 字形的结构，但是卖票的啊是靠近广场的那一边，它是在这个树的这边。我们刚刚是从旁边进来的，所以现在的话又要往通道这边去找买票的，应该是在这里。哦，插旺。啊，我们要去那里转一个轻轨，对，然后才能到火车站。Ticket by ticket. 去Taiwan. You need buy this card? This card is okay. OK. 我这个公交卡还可以做哦，直接充值就可以了哈。啊。No fee. Maybe I. This card can take try it. You top up. Go up， recharge. 充值。From here, shelter bus. Need how much to in there? You top up maybe 10,000. Now from here, shelter bus. OK，I see。I know. Thank you. 公交卡也可以坐火车，看来我们这一个公交卡买的真的是千值万值。在里面的那个机器，就是刚刚我们用不来。刚才柜台的那个小哥哥给我们说，他这里不能充值，只能卖卡。然后让我们就是拿着这个卡去刚才那个机器上直接充值，充10千就可以了。对，1万就可以到超旺，就是万隆了。不，它不是到万隆，到那个超旺。它不一定是1万到，它有可能就是说是几千，但是它作为小充值金额就是10千。对，这边也有，这边吧，这边近一些。好。对吧？我们不对，这个是e-money 的卡，我们不能在这里充。那还是要回到那个。我们要去找那个小红充，是那里吧？哦，好傻哟。对呀。inside 的嘛。哦 ，inside 的。不对。哦，那里对了。也不对呀。找一个人问一下，它里面它是不能充钱的，它要让我们 outside 的，然后 keep right 才能充钱。拿着这个钱和卡到旁边的这个汽车站、公交车站来充值，这个机器上来充值。在汽车站充值啊就很简单，直接把卡插进去，选你要充值的金额，把钱放进去就 OK 了。好，充完钱，现在我们就要进去了。现在我们要去哪一个站来着？好啊。我们要过去再换一道公交还是 LRT 什么的？好，走。OK。终于进到这个月台来了。这个火车站当时荷兰殖民者修建的时候就修了12个月台，所以这个火车站的话，当时曾经一度啊是东南亚最大的火车站，可想当时这里的话是有多繁华，人流量有多了吧？
啊。啊，去草旺。知道吧？没事。草旺。哦，Thank you。 Thank you。你看他们这个车好复古哦。对，这个车的话，真的是我是人生第一次见到，但是我觉得很漂亮，莫名的觉得它非常的漂亮。Hello， 草旺。超旺呀，超旺。OK， 超旺，走吧。还蛮新奇的，等车的就是这么做的。走吧，上车了。超旺，哦，超旺改成这边了，刚刚是这边，现在是这边。嘿，哇，好喜庆的这个沙发布啊！但是真的是还是很宽敞、很整洁的，是不是？我们被腰杆了，主要是其实严格意义上说的话是大哥被碾了，因为这一节车厢红色的，你看这么喜庆的，这个是女生专用车厢，就女性的话才可以在这个车厢，你到后面就变成绿色啦、灰色啦这些了，这些车厢男的女的就可以坐了啊，大家就不要搞我们这种乌龙了。这个座椅还是蛮舒服的，它这种绒布，干干净净的，然后整个车厢是属于那种非常宽敞的。我觉得以我坐过的轻轨来说哈，这个宽度会更宽一些，然后高度差不多，反正都是这个位置，啊，都能拉到。我的话身高是1.63米，然后像1.8米个子的话，高个子应该是在这个位置啊，拉这个就正好。它扶手很多，但实际上坐的人不是很多。估计节假日可能会人流量多一点点吧。然后同样的，在这一个位置的话，然后也会有它的一个线路图，比如说像我们去草旺啊，然后现在是坐的哪一条线路我也不知道。好，我们到了。接下来的话，看怎么转车去高铁站。我拿票，从茶旺这个站一出来，然后这里就有一个电梯，在茶瓦下了，然后现在转这个 BRT， BRT 叫 Coco， 然后就对的，好像坐3站，对3站还是几站来着，就到了。坐3个站就到了，10分钟，这个很快。走，又上天桥。这里好漂亮啊，视野还比较好，是这么走吗？在这里问到了一个小哥哥，他只帮我们查地图，他也不知道怎么走。主要其实我们是知道要去这个站，但是不知道从哪一个路进。对 ，Go there. This way. All right. Thank you. 好，那我们就这样进去就可以了。 Thank you. Thank you. 好。Hello. And this bus is to Halim. Is right. 这个大哥在车上看我们，就是好像是走错了，然后他主动问到我们，就是问我们是不是去哈雷姆，然后他帮我们问一下，他应该是华人。坐错车了。刚才地图显示应该让我们坐这个什么绿线，就是我估计是 BRT， 因为它那个图标上有一横。然后刚才的那个朋友告诉我们，应该是坐7W 是公交车，但是他要坐43分钟。如果我们坐这个绿线的话，就只要17分钟。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上天去试一下。好吧。哎，没有关系了，在外面的话，就是只要是能顺利到就可以了，一切都是以安全为主啊。中间的话就当是体验了，然后这也是一种缘分哈，对吧？是不是？对。好，这次对了哈。耶，没有钱嘞，充钱。好嘞。啊，看嘛，这次是整对了的。刚才就该做这个，钱都没有。对，现在又要去充钱。
它这个卡呀，我们现在难题就是它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充。然后刚才去小店儿里面，小店儿说它不能充这种卡，它只能充另外一种卡，又要让我们去公交站。但是 LRT 的小姐姐说，我们往这边走，右边有一个什么地方可以充，我们就去试一下。因为这边的话比去公交车站它会近很多。走到他们这个窗口，然后人工充钱，终于充上了。这个小姐姐一点英文也不会，她很着急，然后她让她的同事过来，她同事啊还会有一点英文，然后知道了什么意思，然后帮我们再充。进站。现在我们去坐 LRT， 其实只有一站就到哈林。好 ，Platform One。我们去1号月台，知道吗？对。在印度尼西亚，其实它很多还是不会英文的。就是沟通起来，其实从来没有想到过，就是说我们的英文其实也很差，就是遇到不会英文的，其实沟通真的是很有问题。这个跟在马来西亚的感觉还是完全不一样的。马来西亚就到处都是华文，这边虽然说华人很多，但是讲话的话，除了 Chinatown 可能听得到华文多一点，在外面的话基本上还是印尼语。看嘛，我们刚刚站找对了的，只是坐车坐错了。刚刚是 Sikoko。我们坐2个站就到草湾了，然后就到哈林了。但是现在的话，我们这2站去坐公交车去了，然后在这一站又下了之后，然后又坐这个，然后去哈林。如果我们不这样坐这个 BRT 的话，我们还是继续坐公交，那么就要坐40几分钟。坐这个的话，可能一个站，所以没有办法，我们还是倒回来，还是坐这个吧。The railway station， 这次对了啊！我们现在已经到了高铁站啊，往过去。哦 ，Thank you for traveling with LRT Japan Baker。你看它这个 LRT 站明显不一样。对，这个 LRT 站明显要大气很多。现在时间1点26分，1个小时可以到这里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要像我们坐错车啊，还好我们比较灵活啊，刚好错了2站没有关系，我们下了之后马上及时调整我们的这个时间和方法。走。但是好像很多没有开耶，因为这边人太少了，知道吗？坐高铁就是我们从这个那个站哈利那个站啊。然后一出来，连廊的这一路，基本上人的话可以说是少之又少。而且我们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买高铁票。对，去看吧，万一买不到怎么办？没有办法预计从我们酒店到高铁站要多少距离，对，所以就怕买了票，然后交通又达不到，所以我们就干脆到了再来买。雅加达很崩溃的是，它的公共交通，特别是公交车路上的交通。让人感觉就怎么说慢得死人，15公里要开1个半小时。主要是很堵车，就是道路上太拥堵了。好，到高铁站了。首先是印尼戏偶博物馆里面镇馆之宝啊，就是他们的戏偶。这一整堵墙呢，就是印尼铁路的发展史。然后前面我们就不看了，直接从08年开始看啊。因为它的那个高铁是从08年开始。对，后面的时间线的话，就进入了高速发展时代，也就是高铁时代。好，进高铁站。印尼这个高铁呢，其实最开始是日本参与的，后来呢，中国也比较感兴趣嘛，就加入进来。这个中间也经过很多波折和竞争，最终呢，就是咱们中国拿下它了。好，现在的话我们就买票，这是自助买票区。现在是1点35分，离最近的一班还有1个小时。1等座是600万，600千；2等座450千。这个是什么经济舱吗？还是什么意思？然后是200千。而我在这个 APP 上订才175千。现在我就把这个人添加成功了，就可以直接买票。试一下，啊，还是200，它175，然后把座位选进去以后就变成200了。现在来试一下可不可以取票。对，然后我们把这个护照拿出来。它没有放护照的地儿啊。那就输号码嘛。啊，护照。passport。
我一度怀疑它这个 Possible Muscat Lamb Lumber 是不是它这个是 lumber 嘛？印尼语，我跟你说，它是烂，nana。底下嘛。啥子意思啊？结果发现它这个真的是印尼语，旁边还有英互简体中联网取文。票嘛，公票嘛。哎，这个好傻哟，真的是，还有身份证直接取都可以了，直接输名字哎。不，最主要是我们还在印尼文那里点半天。哦，要选择。哦，它和中国的是一样的。是一样的，人家非常人性化，英语、简体中文、印尼语。就它这个整个系统操作的话，和中国的是一样，就是 UI 是不一样。一样，只是这个样子有一点点区别。哦，就没有边边的花圈了哈。看嘛，蕾蕾。哎，我们刚才不是我们刚才一直在操作这个，居然还查到了票，就是不知道怎么买。是噻，好傻哟，复杂。陈州人姓绵。雅万高铁必须要取票，这个票根我要留着当纪念的。好，现在这个是中国高铁走出国门的第一条。对，走，走，你怕吹？空调十足啊，真的超爽。安检还是国内一样的，这个我觉得机器估计都是国内拉过来的，这一模一样的机器嘛，这个不是。安检的话，旁边一定不容错过的就是这个模型啊。哦，看起来好霸气啊！这个是很特别的，至少在国内的高铁站里面的话是没有摆模型的。它这个模型还不是属于那种非常 mini 的感觉，这个是很大的，从这边一直到那边整条的模型过了之后，这旁边还是小吃小食为主。然后等一下我们也去看一下这边高铁站的一个价格到底如何。我们先把行李放了，坐一下。就在这儿吧。刚刚仔细看了一下，这个票根上面有一个 G1275，这个1275很好理解嘛，就是这个车次啊。G 的话，在国内我们都知道是高铁的意思啊，简写。那这个如果在印尼的话，那要怎么去跟印尼的小伙伴怎么解释这个 G 代表什么呢？他们的高铁也不这么读啊，对不对？带我们一起转一转这个雅加达的高铁站，卖饮料的、卖糕点的啊，然后大概就是一个碱水面包哈，19千、20千啊都有，30几千、40千的面包也有。咖啡的话就是30千，算起来就15块钱一杯的样子啊。面包啊这些的话就是27千、30千的样子。和国内比是贵还是便宜啊？要便宜一点点，这个咖啡要便宜一点点。卖东西的店的话其实不多，左边3家，右边3家，一共的话也就6家。这一家的话也是卖咖啡的，然后咖啡的价格的话大概是在28、30千左右啊，28、30千，有40多的，那是比较特别的一些这个口味。然后旁边呢有一家卖面包的，还是以干食为主。哎，我发现有一点。它不卖方便面，这个就那个啥了哈。好，糕点的话，我们看一下啊，10几、20几的都有，啊，也10几、20几的都有。其实这个价格在高铁站来说的话，不算贵，真的不算贵。10块钱买个面包啊，大的啊，蛮可以的，我觉得其实这种，你看嘛，这种大的很特别的26钱，然后算起来的话也就13块钱，啊。安检口的话也是有2个，在下面的一层的话，应该也是出发厅，也有可能是到达厅。我看他们背着书包也有往外走的。候车大厅呢就这么一点了，就主要是2排这个候车的区域。当然，它的柱头的圆环的话也有修这个大理石，可以放行李合作的。然后旁边呢，它检票口呢也是在左右两边啊，只有2个。它这个高铁的班次一看就是那种很密集的，你看。半个小时一班，2.02、2.32、3.02、3.35、6.10，最不一样的就是这里了，它有礼拜室，这是专门为宗教文化啊伊斯兰教设立的。既然是在印尼嘛，印尼的元素当然是要有的。来看这里，他们的一个展示画啊，一定要展示他们的一个形象，非常专业啊。这是他们的国粹啊，小。你看左右一样一个，啊，包括它后面的整个这些图案是印尼特有的。
啊？雅加达就即将结束了哟。雅加达的话，我们下一站去到的是万隆，坐呢是咱们中国人修的这个雅万高铁，还是觉得有一些不一样的。虽然说很多地方是有熟悉感的，但是毕竟身在异乡在他国能看到这种熟悉的东西，又有一些文化性的差异化看到的还是觉得似曾相识，有意思比较有意思。它旁边这几家的话，其实它在高铁站里面它其实卖的东西不多，它也没有国内的这个高铁站那么大气它就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大厅，一些2排等候的椅子，然后卖东西的话，可能也就6个，左边3个，右边3个。卖的东西价格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便宜的。然后它跟国内它跟这个市区的价格差不多。甚至一度的话，我觉得它的这个面包咖啡它比在唐人街的消费都要低一些。好，我们现在就等车上车，然后再看一看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一下。我们算排到最后了，还不是那么积极的，但是这个人流量其实还是很少，比国内的那少之又少了。我觉得轻轻松松的排这个队伍一点都不痛苦。过这个闸口的话，直接把这个纸质的票塞在那里面，然后从上面出来打卡就走人。走楼梯吧，坐电梯人太多了。我们先不忙上车，走到头去拍张照。这高铁是400型的，在国内的话也算是这个了。它这个车一共有8节，我们是第8节。拍张照吧 ，take a photo。Thank you。哎，好漂亮的小姐姐，全部小姐姐都长那么漂亮吗？而且每一列车厢它门口的话，这个小姐姐就站着，一直做着这个动作，好高啊！对，一起 take a photo。Thank you. You're welcome. 好，我们从车头走到了车尾，然后因为我们是最晚订的，我们是8号车，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走到车尾拍张照，我们就准备要上车了。是8号吗？是8号。It's 8. Eight. Seat number 8D and 8D. Maybe. I take a photo in there. OK. 好，这是车头还是车尾啊？来拍张照。OK， 现在上车了，小姐姐已经在催我们了。Sorry。OK。4, 5, 6, 7, 8, FD。这里面跟咱们国内的这个动车高铁没有什么两样的，是一样的。这个位置也是可以往后放，看，而且宽度的话是蛮宽的。你看我的脚的话，基本上是可以到放平哦。然后这个前面也很宽，然后前面有一个小桌板，放东西。嗨，我们现在到了哟，已经到万隆了。哇，这个速度还是很快的，它的里面空调开的特别足，只坐了30分钟我们就到了。速度的力量，果然是 high speed。我现在出来感觉从冻库出到了这个温暖的室外，我现在觉得外面的这个温度刚刚好。万隆的这个高铁站很搞笑的是，它直接就在下了高铁，就直接在这个旁边就过闸机就出站了。所以刚刚看到很多人，我以为是排队，然后再要走什么长廊啊，走地下通道啊，然后再从大厅这样出，结果不是，它直接就从这儿就开始出了。
刚刚下完高铁，直接下楼的话，这里就是到万隆的那个车。我们找一个有位子的车厢上去，因为要坐很远。它就是相当于到万隆的交通车，是不是大哥？哦啊，哎，玻璃有点脏。更单纯了，本来以为下了高铁的话就到城市了，就已经到这个万隆站了，结果没想到还要坐火车。这个火车的话是交通车，是免费的，相当于从万隆的高铁站的话，还得坐差不多40-50分钟啊，反正就一段距离才可以进城。而且一出来之后，我发现万隆的整个的这个城市建设呀，有点特色。对，有点特色。万隆的高铁站，然后一共有2个，一个是 P 站，一个是 T 站。但是这2个高铁站离万隆市中心都有一段距离，所以大家都会从 P 站下了以后坐这个通勤的免费小火车，然后进市区。好，我们这一次是真正的到万隆了，啊！我们现在在这个火车站呢，是万隆最老的火车站——不锈钢火车，你们有见过吧？来，这个绿色的小火车还是可以的啊。出站口也非常有意思啊，它是一个弧形，外面又是小花园，又是火车，然后上面有一个坡度，看起来很漂亮。朋友们，我们现在真的到万隆了，还没出站。我刚刚有说这里的话人真的超多的，从雅加达坐这个雅万高铁过来的时候没感觉那么多人呢，怎么一下站了之后到万隆之后全是人？这些全是真花，真花。这个场景看出去好美啊，真的。刚好今天下了雨，远处这种钢架结构的月台，然后下面是绿色的这种火车，然后再是铁轨，还有近处呢又是这种松柏的盆景，然后加上一个假山和鱼池，鱼池里面还有锦鲤，加上蒙蒙的细雨，真的是山水田园风。我很喜欢万隆哎，我觉得万隆的这种出道的感觉会给到我很好。它的火车站就是让人感觉很赏心悦目的，然后它的洗手间很干净，然后出来有壁画，有一些小的这种拍照的小景，我觉得很用心，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他很热烈的在欢迎我啊，可能是我自己自作多情吧。好，现在雨小了一点了，我们去我们的酒店。油价了，看到这个壳牌的 Shell Gas Station， 你看，我们来揭秘一下油价啊。Super 最贵的多少钱？7块，不到7块，按汇率来说的话，应该是6块半的样子。哇哦，蜜雪冰城开出了这个霸王茶姬的感觉。哇，这绝对是我们见过最大的蜜雪冰城，绝对是。还有专门的豪华包间，望眼重庆都没有这么大的，对，绝对的牛逼。哦，有个阿姨对着我们笑，这里就到了啊，罗迪卡。说实话，这个酒店我很喜欢，点是在于万隆的这个酒店，第一价格便宜，我们订这个的话才两天。190，2天190，投下来是95块钱一晚上，而且它还是含2个人的早餐。我有啥子开不开心呢？看到食物才开心。我们今天来开一个盲盒，不是叫盲盒，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90块钱的怎么样哈？大堂没得嘛，不代表无糖没得噻。窗户都没有。
大诗人带你游天下。那现在呢，我们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现在我们要去唐人街。它公交就是一个非常 local 的，也非常简易的一个面包车，似乎呢也不关门，就是一个拉货的货面包。然后它只是加了2个这种木质的长条的凳子，然后上面呢用这种防水的广告纸那个布，然后把它裹起。这个就是他们的公交车。这个公交车的话还是蛮多的。我们看着一个车子过去，我们过去之后的话，这个车子又来了一个。也不知道跟司机怎么交谈，但是我们就告诉他 Chinatown， 也不知道什么价格，反正就坐上来了。现在就是，然后去那边看看吧。要跟他走。太多了啊！这个公交车是5000一个人，2个人就是1万，但是他没有按照线路，他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地方。我们现在到 Chinatown 的话，应该是还有一段的距离，只有走。对，我们就只有走过去了，好吧，那走吧。5块钱，2块5一个人。2块5一个人。走吧。OK， 走。这一条街是卖布料和地毯的。不要随便尝试这个辣椒，真的。终于可以静静的看一下公交车了。这个就是他们的公交车，旁边就是站牌，啊，非常喜庆啊，很有那种印度感觉。哇，好多摩托车哦！这摩托车怎么那么多呀？在这个临街不经意的招牌，这里呢就是唐人街的入口了，这叫 Suderman Street。这个唐人街的话，跟我们在雅加达看的唐人街是完全不一样的哦，里面全是吃的。走吧。现在时间是下午的5点37分，现在 Chinatown 这边还没有人。先看一边，这个是猪肉、饮料、饮品、炒饭。哦，它炒饭差不多55千，果然唐人街的消费要高一点啊。挂的那个大大的那个是什么？猪腿。叉烧，现在还感受不到那种唐人街的那种热闹的氛围，又比较淡。Look around， 我先看一下嘛。I first chose the menu。哦，它都没有价格呀，这个上面，它只是告诉你有什么吃的。为什么拿 menu 没有价格嘞？这个就差不多，烤串这种10串是60千，3块钱1串的样子。这个是11千一份。套餐。就是炒粉、炒面这些20多一份。我觉得更应该叫美食街，因为这里一点唐人的感觉都没有，连华人都很少见，就是全部卖美食的，全部卖印尼美食的。当然有一点点的叉烧啊，还有猪饭，这个猪肉等等之类的烤串。冰淇淋店它旁边还有路，好像要沿着那条路一直往后走，然后它整条街都是美食。从那一个主要比较贵的唐人街一出来的话，这边我觉得更像当地的市场，更像当地的夜市。你看卖花生的热气腾腾，这边在炒肉碎，还有这种小摊。一边是这个车子停得整整齐齐，一边全是美食。很尴尬的是，这一颗车子全部把它的这个门面挡完了，然后你只有从这个骑楼下面，然后边走边逛才知道吃什么。这个一看就是吃面bakso。哇，这个还卖海鲜的呀 ！Seafood price 45 Saudi 45千。那个有一点贵了。25块就这么小一条鱼啊？对，那有点贵了。这个走在骑楼下面，这样看起来逛夜市还是蛮有味道的。这个是炸什么东西呀？炸蘑菇吗 ？Mushroom？ 这里有油锅了，我走里面。下雨了。骑楼的好处就是可以躲在下面。
哎，这个是卖什么？汤啊，姜汤，姜汤。生姜汤的嘛，你闻这个味道。嗯，姜汤。I'm sure。糖水。Fried rice, how much one? 哦，他写给我，他不在。你多嘛，你多嘛。哦，50千呐。哦，这个炒饭50千吗？哦，还是有点贵了。All the price, the same? 哦。这个也太多了吧！这基本上是我3顿的量，太多了，我肯定吃不完。还好只点了1份，不然点2份的话，我们今天的话就要浪费了。印尼炒饭 YYDS， 好好吃啊！这个是什么？主要就是卖蛙的。炸的。它的这个是炸的，这个是田鸡粥汤，这个是。也是油炸的，反正这个加点酱料，这个是咸香的，这个是酱炒的，这个是油的。我们要哪种？我们来一个，我看一下，我们要一个炸的吧。这个 ，only 这不是就是炸的吗？他们要的哪个嘛？他们要的这个 ，no rice 50 and rice 5,000。OK。啊，它这边有一个那个蛙。炸的蛙，它这一家是主要就是卖蛙的，各种口味的蛙，炒的、炸的、煮的、粥啊、汤啊都有。我们因为也没有办法每一样都吃，对不对？我们就选了一个我们比较喜欢的，就炸的。刚刚在隔壁桌才吃炒饭，他也给我送2杯茶，现在又来2杯茶。哇，这有个臭味呀。不是臭味，它是油炸的油香。但是我吃饱了呀，我尝一个就行了。哇，这个糍粑不是青蛙哟，牛蛙，这是牛蛙哟，N 个大一个啦。昨天我们看到他们杀的那个青蛙，好小啊。哦，对嘛。现在吃很烫，你录着的吗？现在吃很烫，一股那种油香。其实我建议他可以弄点那种葱油味，葱油香、蒜香。来辣椒。辣椒不吃了，那个太辣了。这个辣椒真的不要轻易尝试啊！这个是辣的皮包，第2天的话绝对进肛肠科的那种。哇，好甜呀！怎么样？没有那个炒饭来的稍微惊艳，但是它这个里边你看这个肉好嫩。这个一般你要加点佐料，它就是咸，有没有点干海椒面嘛？有点咸，有点腻。我觉得这个还是吃鸡排吧，炸这个不行。它跟那个炸鸡块来比的话，炸鸡块会更嫩，更入味，然后一吃又全是肉。然后这个的话，它就又有骨头，但是它的肉的嫩是嫩，但它纤维感又有。肉太少了，你还没有吃到肉就感觉没了。对。加点佐料试一下，这个是什么寿司吗？你加到这里的。这是番茄酱啊！哎呀妈呀，我不吃甜的呀，有没有给我来一碟干海椒面？他拿了2个佐料，这个呢是番茄酱啊，因为我手很脏啊，没有办法拿啊。这个呢是红糖，知道吗？就是吃冰粉凉一下那个红糖糕。2个酱料我都不喜欢，我喜欢吃辣椒吧。辣椒太辣了。其实这条街人气还蛮多的，然后来来往往的，一看就是华人。但是真的，我到目前为止，除了我刚刚吃饭的那个旁边那个奶奶，她说了几句华文，而且不太流利。然后这边的话，全是用印尼语交谈的。刚刚我们吃的那个蛙的话是55千，就是相当于人民币27、28的样子。其实我觉得真的不具性价比。第一，它真的不好吃；第二，它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的小贵。
它的那个味道啊，有点不适合我们，但是应该还是挺适合本地人的美味。BOI。哇。How much 1 kilo? 100. 100. Ya, 100.000 sekilo. I don't know. Bagus, coba dulu aja. Maybe you. Boleh. Ternyata 100 nih. Kamu tuliskan ke pulpen. How much 1 kilo? 100, tulis 100. 100啊50块钱斤哦。 ，50块钱1公斤啊！ Coba dulu. 啊，世界那么大，谁人带你游天下？那我们在川菜烫吃完饭了，吃完就要干嘛呢？就要回家，是不是？万隆的晚上，这车啊一点都没少，还是那么多。现在下暴雨了，我们回不去了，我们在这里等雨停。